OK， 我们离开笨针了。我就发觉到，原来 Mel 跟我一样是超喜欢喝那个咖啡的。所以我跟你讲呢，我在网上搜罗了之后就发觉到，原来那个咖啡种植园离这个笨针真的是不远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喝咖啡。Yes！ 不，没有今天。加油！等一下，严重，等一下，加油！加油！拐个弯就到了。耶！这些就是咖啡豆啊，咖啡果，咖啡果。果跟豆有什么不一样？果就是它外面有肉的啦，豆是它里面。就是它里面。哎，你好，你好，老板你好。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一个咖啡园真的在马来西亚这边竟然会有咖啡园，因为我对咖啡种植的地方我只有那么一个啦，巴西就是南美洲那边嘛。其实整个热带跟亚热带都有机会种植的。那我们种植比较特别，我们种植的是全世界产量少过1% 的一个咖啡品种，叫做莱比瑞卡咖啡。所以种植这个 Liberica 的咖啡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环境？它的环境适应性很好的，所以它在平地也可以种，高山也可以再种植。这些是差不多快要成熟的，这一种算是熟的，它完熟的时候是红色的。那通常种植一棵咖啡树要花多长的时间？3年。3年？3年，你种下去第2年它会开花，开花到能够收成需要1年的时间。然后一般的咖啡果都会有2颗种子在里面的。哦，它是油油的。这个叫果胶，你可以放在你的嘴里面吮，但是你不要咬。是甜的。甜的。甜的。那我们就是有种植，然后这边是处理厂，这边处理好后，我们会送到我们的烘焙厂，然后烘焙厂在烘焙调配后，我们会把它再送去我们的咖啡馆我们是做一条龙的from seed to cup。我想问，这里是处理咖啡果实的地方吗？对，我们主要处理咖啡呢，有分成2大类，一个是做精品，一个是做传统。那么做精品跟传统，我们都会经过这个筛选果实的大小。掉入这个洞的都是小的，掉入的都是大的。分类大小呢，是因为它们的发酵的时间不同，小的果发酵比较快。分类完大小呢，我们就会去到筛选颜色。我们就经过这个 machine 去把它分类颜色。那红色的话呢，就是熟的；绿色的话就是没有成熟。精品咖啡呢，它一定要熟，它的果实是要完整的。绿色的没有成熟的没有丢掉，我们是拿去做传统咖啡。红色的咖啡果我们会发酵1个晚上，如果没有发酵，它就不会有风味。这边就是我们的温室，我们处理好的咖啡果实就会拿来这边晒。对，像这边呢，你看到整颗果实的，这个是全果日晒之后呢，它就会晒干，晒干我们要收起来，然后拿去做打壳的动作。那么我们这个晒场呢是比较新一代的温室，它比较能够恒温。像我们做精品的话呢，就会在这个温室里面晒；如果不是精品的话呢，它就会去到另外一个比较传统的晒场，它的那个温度比较激烈。做精品的话，比较容易喝得出不好的味道。OK， 现在呢我们要品尝咖啡了，你很开心啊？我很期待。这一款是竞赛级的，值得骄傲。今天我要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我们叫做 Siphon， 它是一个虹吸原理的一个咖啡冲泡器具。从原到咖啡果处理厂，它决定了咖啡风味70%，烘焙决定20%，那冲煮决定了10%，但是那10%决定所有。我就已经发现了，已经煮好，我就会把火熄掉，让它回到下壶。那么标准的一杯咖啡萃取的话，你看它像一颗冰淇淋球。就表示它的油脂都能够很顺利的走到下壶，那这一杯咖啡的醇厚度会相对来的比较好。品尝这个咖啡第一口我们要怎么去喝？是不是有一种仪式这样子？如果我们是要去做杯测的话，我们会拿着小口，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测这杯咖啡。如果我们是大量喝的话，我们不会吞进去，我们一吸然后就吐出来。你贴着你的下面舌头，然后你吸它，它会喷雾化，它会去到你的鼻腔后端这边，然后会放大那个香气。我觉得你这个咖啡，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咖啡香。像这边就是我们的传统晒场，这种是晒好了，对，像我们这边就是在做复晒，复晒就是你晒了之后收起来，然后又再晒多一次。对，把它的含水量晒得比较低。我们要做打颗的动作比较容易打。等下工作呢，就是要去把这个咖啡把它拉平。以前人就是这样子晒咖啡的。其实想要铺平这些咖啡果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我真的是蛮幸运的啦，让我能体验到，我非常庆幸。可是真的很热，所以我真的想象不到哦，就是那个年代做这个传统方式的时候非常不容易。OK， 大致上我们就可以好了。你觉得我的表现如何？表现的还 OK， 还 OK 呀，还 OK， 我已经帮你看铺平了差不多整个地板了哎，还算合格啦。好了好了。因为我本身学习的是农艺，我之前就是我回来的时候就想要自己创业。那创业的时候，我看我爸爸有一片咖啡园，在台湾的时候也学到这样子的一个咖啡文化，那就想说，哎，那开间咖啡馆。我学习的都是阿拉比卡，没有学习莱贝利卡。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咖啡品种，我就去读了很多的相关的一些研究。所以我那时候当下我就立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打造属于马来西亚的这个精品的莱比瑞卡咖啡。我们来干杯，迈向更美好的未来。好，谢谢你们，谢谢，Cheers。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巴杜巴哈的那个镇上哈，我就约了一个人，他是喜欢收集故事的。然后我们约见面的地方啊，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一个小巷。OK， 我们到了，应该是这里了。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后巷，是不是非常的特别？很漂亮。哎，这个画其实蛮漂亮的，可以站在这里拍照。我帮你们拍一张啦，来，你们在那边。我们现在很边缘少年。OK， 来，1、2、3。哎 ，Hello， 你们要走去哪里 ？Raisin right， 陆江瑞是你们认识的？我从小认识的，对我从小看你的戏长大。我们有点不解啦。这个小巷啊，是你布置的？对呀，我们团队一起布置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说把整个后巷变成这个样子，而且有不同年份的巴杜巴哈呢？因为我们在巴杜的一个老街，比较有一个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我们尽量让年轻的一代看到它原本的一个样子，然后和当地有一个连接。Raisin， 说你是做什么的？我是一名不务正业的摄影师。不正业啊，拍的东西应该是很有趣。这边就是你的工作室。我们的工作室，你们要不要进来看看？要对，来 ，Let's go。呀，有冷气的我就要。Let's go。来，这里是我们的工作室。很复古。这里呢，感觉上呢，很有一种复古的家的感觉啊。然后你这里收集的东西，感觉上都是蛮有历史的。为什么你会收集这些旧的东西呢？哎，这个的话，我觉得没有一个真正的为什么，可能是公公婆婆带大的孩子，然后从小就会比较明确说，我比较喜欢一些旧家具啊，一些旧东西啊，比较念旧一点点。对，其实你看到那里也是有不同年代的那个相机。对，是。我突然想到，这个我拍的照片呢，能不能冲洗出来？其实我们自己有做胶卷工作室，就在对面自己体验，然后冲洗出黑白的照片。你们要不要带一下？我不会走啦，对，要他们带我过去。你们谁有空带他过去啦？那你们大家去一下吧。 OK， 我们走。我们走，走，拜拜。你们聊得愉快一点啊！啊，是，聊什么？我回来的时候你跟我讲啊。呀。
哇哦，来就哦，OK，哎 Hello， 嗨，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谢谢你去忙你的吧，谢谢。OK， 我有一个任务，就是我想要冲洗这个我所拍的照。可以，你拍了吗？就已经我拍了收卷了。收卷了。 OK， 好，来，我们去洗。去洗啊，这里就可以洗了。对，我教你怎样洗。来，我现在带你们去吃一个非常出名的蛮煎个面煎糕。Hello， 安哥你好。好，你好，哇，你来的太迟了，卖完了已经卖完了特别留给你。哦，你刚才有打电话跟他讲啊？对啊，不然你吃不到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是薄的，这个最薄的。你的厚的比我们新加坡的薄很多。他们的做法不一样啊。咔咔声的声音。这个花生是我自己炒的了。那个脆薄薄的声音，一咬下去了之后呢，那个花生的那个香气啊，跟外面的那个皮越咬越香。安哥从17岁就开始做了，你今年几岁70刚刚。我相信很多巴赌人从小就吃安哥的面煎果。对。 ？So 这里就是我们冲洗胶卷的地方。我现在秀给你看，平时我们是怎样放进去。这架机器就是以前的机器来的，只是我们有翻新过，它所有东西是自动化的。所以我们关上去，它就会开始进入不同的药水。那通常这个过程要花多长的时间？大概6到10分钟。而且你现在听到这声音，就是说你胶卷从上面掉下来了。So 你的底片已经洗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你的那个照片。哦。 我刚才一看到我第一张照片的时候，我是有吓到。拍那个 selfie 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是很好看的，可是因为你拍出来的照片你当场看不到，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拍的好看还是不好看。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暗房，而且也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冲洗照片的过程。当 Andy 跟我介绍那个 wet area、dry area 的时候呢，这几个 area 都很有趣，因为每一个 area 都有它自己的过程。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我们的放大机。那你们用红灯是有原因的吗？对，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黑白放大，所以黑白相纸它对红光不敏感。 然后去到那个 wet area 的时候，那个是我最紧张的。当你在洗的过程，你的眼睛要一直这样瞄过去，你头要这样转，看着那个时间，1分钟之后你就要把它拿起来，弄干了之后放在另外一个1分钟，然后到最后一个2分钟。我说真的，真的是不容易，而且呢是分秒必争。当你拿到这个整个成品之后呢，把它吊起来，你看到那些照片，真的是有那种满足感。 好，我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现在很少见的。安哥，哎，早，午安了。午安了。哎呦，哇，真的是别有洞天呢。没有，你的这个毛发，我稍有一些意见。你要不要就为了我们，把你的下半部的毛发给剃掉？我很久没有剃掉了，知道。就给你剃吗？第一次很奇妙的感觉，你懂吗？你要把你的全部的安全感放在安哥的刀。经历过这个刮胡子的 experience， 我不懂哎，现在我还在觉得有点很没有穿衣服的感觉，你懂吗？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把赌书店，哇，什么都卖。对对对，以前的书店就是这样的。前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薄饼。 Hello， 大姐你好。大家好。 来到了巴杜巴哈的短短几个小时，我的感触还算是蛮多的，尤其是接触到了这个 raisin 啊。这个凉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还没有这个建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这里了。当他跟我们一起走在街上，他为我们介绍巴杜巴哈的点点滴滴，你可以感觉到他对他家乡的那份爱，我觉得让人感受到他的那种喜悦。 哇 ，OK， 说真的哦，我觉得这个冲洗照片呢，真的是很耗时。那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从事这个行业？胶片的话属于夕阳行业，所以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推广更多年轻人、更多一些摄影爱好者，他们接触这个底片的行业，然后让这个行业可以继续下去。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你，谢谢我们有缘再相遇。可以好没问，题拜拜，拜拜。谢谢。嘿，Hello，你们好，你们好。
坐，请坐。你要不要看我洗出来的照片？ Yes, of course。哦，不错，再来。我要考一考你的观察能力。你仔细的看那张照片，然后呢，你再看我们有什么不同？我把你们拍的不好看。哈，你准备好答案了？好，来。这位哥哥下面的毛发不见了。你懂吗？你不在的时候。走了啦，还想怎么样？天黑了，我们还要开车去麻波嘞，拜托。拜拜。谢谢老板，拜拜，拜拜。啊，我们终于到了麻坡的民宿了。OK， 就这样了。OK，Let's go。哎呦，我们终于到了，我们终于到了，你可以吗？啊，辛苦了，辛苦了。 Hello， 老板欢迎来到麻波，谢谢。这个是我们麻波本地品牌的水果茶啊 ，Welcome tea， 好好喝。所以你这边是一个民宿嘛？对不对？是，我这边有30间房，我们主打的就是本土，就算是配合我们的 Welcome Drink， 我们的家具都是跟麻波有关系的。这一些 keychain 啊，都是麻波生产的，他们用橡胶木来制造出来的一个 keychain。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收啊，不可以收，但是你可以买。它可以我们的，但是你要买。我们的 concept 就是支持本地，同时也卖本地的产品。OK， 谢谢。这是你们的房卡601、602、603。谢谢。 OK， 所以你们房间在那边，你们可以去找你们房间，然后早一点休息。我要603，走了我的。我们的房间应该就在前面。602，我看到我的了。哎，我看到我的了。 OK， 来。哇，这个房间很美。 Luxury does not has to be expensive。我觉得这种舒适的空间呢，很适合我，我很喜欢。Mel，哟，出来啦！你房间有问题吗？没有，很美啊，没有很美啊，没有问题，可是很美。Oh my gosh！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了。好，我们今天晚上早点睡觉，然后明天早上我们才打算做些什么东西啦。Good night， 晚安 ，Night everyone。好，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个美奖问答题哦。新加坡的母亲之河是哪一条河？新加坡河。 答对了，现在呢，我就带你去看这个麻坡河哈，因为呢，对这个麻坡人来说啦，这个麻河呢，就孕育了麻坡历史文化的母亲之河。还有你说那些离乡背井的游子哈，每当他们回乡的时候啊，只要过这座桥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已经有那个回到家的感觉。来，这个就是麻河了。哦，这个。 而且蛮宽的哈，So beautiful。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饿？会想喝水啊？这个地方呢，它是叫做摊食街。那这个摊食街呢，有很多摊档，然后这些摊档呢，已经将手艺传承给第2代，有些甚至是到第3代。OK， 到了，下车 ，Let's go。这里就是摊食街。 哇，这里哈蛮有 feel 的哈。欧大 ，Mr. 欧大你好。你好。你下面那些哈包装起来的是跟这个不一样吗？不一样，那种是来整的。你有什么好介绍吗？给它盐味的话是低的，但是你要特别的话，我介绍你吃螃蟹，因为螃蟹我们是纯的螃蟹来做的。我们吃鱼跟螃蟹的。知道吗？有，可是这个其实是蛮软的，因为通常有些欧搭吃起来的时候会比较硬。
你的椰浆是蛮新鲜的啦，时间拿捏的好，所以那个椰油没有被逼出来，所以呢，你吃到的哈是很香的那个欧达的那个味道。我们能试一下你这个一只一只的鱼欧达吗 ？Yes。我觉得真的有比较香哎，这样你一口这样咬下去，那个鱼的味道都在里面。老板啊，刚才我们一路走来了，每个人都跟我们说啊，来到这个麻婆一定要吃这边的欧达，那是为什么呢？麻婆特产出产，这边的鱼的产量很多，那我们要做成是欧达咯。谢谢老板，谢谢谢谢。这里有好近的是。哇，叫一盘来吃吧，跟我们新加坡的蚝煎不一样，它的比较多蛋。老板，你是用猪油吗？是用猪油，没有猪油不会香啊。感觉上哈，我们新加坡那边的比较多那个薯粉，对，不过你的就比较干的哈。知道吗？很软，就是跟我们新加坡的不一样，这个就没有那种黏黏的感觉。你煮的生蚝很甜，谢谢，很鲜甜的。虽然说刚才我看到你放的油哈蛮多的，不过吃起来不会油腻。哎，菜头粿，菜头粿。像你的这个菜头粿啊，你是用粘米粉？对啊。还有呢？萝卜哈。而且非常特别哦，他们是放在报纸上的。要不要甜酱？哦，这个是甜酱啦。甜酱啊。味道怎么样？当你在咀嚼的时候呢，的确有那个白萝卜的那个香气在那边，因为它不单单只是那个粘米粉的那个味道在那边啊，而且它的那个口感也比较扎实，比较厚。可是味道方面哈，还蛮浓郁的。你们这边的菜头粿也有黑派的？也有啊。它也是叫做菜头粿，他们叫茶粿。所以你的叫做菜头粿是有白萝卜，炒粿饺就是没有白萝卜，可是是黑派的啊，对的。潮州粿，你们要不要吃？要。潮州粿，豆沙糯米饭。呀，它煎了之后，它的外皮脆脆酱啊，咬下去哈，外脆，然后内哈是黏糊糊的，应该是蛮不错的。OK， 谢谢，谢谢，谢谢老板。走走走，快点拿，快点给我你的手。我最想吃的是这个。你要糯米拿来煎了之后哦，是很好吃的。我们吃了那么多东西啦，你有没有什么灵感啊？有很多东西很好吃，我觉得菜老粿是比较 different 一点哦。如果你真的要 explore 那个的话哈，我们就要去吃哦，他们所谓的黑派的炒粿饺。昨晚我们喝的那个水果茶是不是很好喝？我去了解怎么做这个水果茶，所以我们拜拜，等一下再见。OK， 走了啦，还讲那么多。哎，这些都是黄梨对吗？ Tengok makan nanas datang sini dan sini nanas. Oh. Thank you, thank you. Hi. Hello， 你好。Hello， 你是 Ryan， 你好。OK， 我们的原主 Sam。哦 ，OK， 你好，你好。Mr. Ryan, I pergi keluar dulu tengok ada kerja sikit. Okay. You boleh review lah apa nak tengok. Petik boleh makan pun boleh. 他叫我们随便采来吃。哦，随便采来吃。OK，Thank you so much。OK，Thank you，Thank you。OK。你看到的这一边就是我们麻坡算是一个黄梨的种植基地，放眼望过去就是油棕树跟黄梨树。我一踏进黄梨园的第一步呢，我就感觉我整个人就快融掉了。那你们能想象农民们种植的时候会有多辛苦吗？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其实我们这边种植的有很多品种，像比较常见的是有一个叫 MD2 黄梨、Morris 黄梨，还有我们现在在的这一片黄梨园最多的是水晶黄梨，英文名字叫 Josephine。这些黄梨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园地里面生长的，因为我们这个土地嘛，马来语叫做 Tanah Gambut， 华文名叫泥炭地，比较深啊，那个颜色是不是？用力的踩一踩，可能在上面跳一下。其实蛮像海绵的，就有那个弹性，就是没有那么硬啊。对对对。那这种土壤呢，你有什么特色？这种土壤呢，就有我们黄梨所需要的那个成分，还有它的矿物质，保水性是很强的一种泥土。不如我就带你去采收一下黄梨吧，那边有很多要采收的，我们一起过去看看。Hello， 发姐。Hello。要先把旁边你看去掉之后呢，就从它的那个茎那边一刀把它斩下去。哇，这个很黄哦。这应该是非常甜的，因为越金黄就是越甜，对吗？这颗已经是全熟的，哇，今天就要收的。哇！Ryan， 你们是怎么种植黄梨的？因为我发现到黄梨没有种子嘛。种黄梨呢，我们就先来找黄梨的妈妈。黄梨的妈妈呢，除了会长黄梨出来，它还也会长它的小 baby 出来。它就是这些长在旁边小小颗一颗一颗的呢，我们就叫它细芽。它会生出好几个不同的苗，然后我们再把它拔下来，然后我们就再把苗呢分别再种在土地上面，让它长成一颗一颗的黄梨。这个旅程呢，我体验了农作物种植的过程，真的让我体会到，还有了解到我盘上的食物，让我更珍惜，因为它的来源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同时，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呢更珍惜盘中餐。没有，好像是这个，对不对？是这个吗？椰树下美食阁。怪不得啦，这里椰树是蛮多的，然后这里的人也很多。Hello， 老板你好。老板，你的这个是炒果饺哈？啊，对。这个炒菜头果哈，跟果饺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不一样的东西，对。它主要是咸的。潮州炒果饺是甜的。对。老板，你的这个果哈是用什么做的哈？煎米粉。粘米粉，所以它没有萝卜。有菜脯，有那蒜末啦。蒜末，蒜。你用的油不是猪油啦？有掺猪油啊。有掺猪油啦。OK， 为什么是叫做果饺啊？因为它是割成一片片，这样子一整片啦。所以你的炒果饺一定要有一块一块美美这样。对。另外一个是炒菜头果。啊，这种他们脆不用紧的，脆不一样。连这个黑酱油是你自己调制的吗？自己调制的，对。所以它是甜的。甜的，对。所以你是一直炒，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啊，就下鸡蛋这样子哦。老板，你用的辣椒是什么辣椒啊？啊，也是自己煮啊。而且我觉得老板炒得蛮久的，旁边有点焦的，我很喜欢。谢谢老板 ，Thank you。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它没有那个白萝卜，所以它的口感是很 Q。其实你就是在吃沾米粉块，不过外面呢就是掺杂了这些不同的这个酱料跟鸡蛋。那我在吃这个果的时候啊，是会有点黏糊糊的感觉。总的来说，我觉得整体味道还蛮接近我们新加坡黑派的那个菜头果。所以你决定了这一次的美食交流会，你要煮的就是新加坡式的炒菜头果，对，黑的和白的两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得去买食材。是，走吧。这个是吗 ？OK， 有了。巴沙阿湾马哈拉尼，给了就停这个了，刚刚好。哇！来这里，白萝卜，你需要多少条？4条，可以。呀，我们这里可以还钱了。Thank you。啊，这里的辣椒好。然后咖喱，谢谢。哦 ，OK， 拜拜。要找到这样的一个不带哦。哎呦，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了。No。买bandel lah。OK，Thank you。itu belacan。2 ringgit。哦耶！我看到什么菜谱 right？ 甜的黑酱油你有吗？连 candle nut 你有吗？他们煮辣椒用的。对喽，色这样的吗？对不对？哦，鸡蛋有要多少？ 40粒。
OK，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我们就可以回去，然后开我们的餐车，然后准备做你的那个果。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准备这个菜头果的果。其实讲真的，你是什么时候啊开始发觉自己对食物啊有兴趣啊？从小就很喜欢吃啊。那你为什么要做 chef 呢？我也不懂，我就是很喜欢煮，在食物方面跟厨艺方面，就是要一直有那个好奇心去学嘛。谢谢你请我吃你们的黄梨，很甜，而且那个汁很多。那你们的黄梨干的制作过程是怎样的？所有采收的黄梨，我们会先回去，就是分不同的熟度，然后再切皮这些，切片，然后再把它放进我们的那个机器里面去脱水。风干的那个过程其实是有一点像仿日晒的那种过程，但是我们是在室内进行，用风干脱水啊，一般上大概都要超过24个小时。脱水了之后呢，它的保鲜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水分蒸发了，糖分跟它所有的味道浓缩在里面。对，它拿来吃的话也是很好吃的一种水果干零食。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之前在台湾念过书，然后有在新加坡工作，一些机缘巧合，我就决定回到我的家乡麻坡这边发展。最大的原因就是想要多陪我的家人。像以前我们在新加坡吃嘛，就一个人的话就一颗太多了，所以我就会想到说，要吃黄梨总是吃不完就浪费。想要让我的生活里面呢，各种吃水果的方式都变得简单，所以做成水果干就是我那时候想到的方式。谢谢 Ryan 今天让我更了解了麻坡，欢迎下次再来麻坡，一定会。这步骤也会帮助萝卜有一个脆感。有，你们好，有想我吗？没有，就知道你们没有想我。可是我带了一些东西回来，你们猜我带了什么回来？你带了水果咯。哦，答对，我带了水果回来，你看。哦，好可爱哦，他最喜欢吃的榴莲。啊，没有。一个带不带回来，一个带榴莲回来。你们是想我们做榴莲不带？耶！讲真的，还要带什么来？水果干哦，水果茶。OK， 这个很好。需要我的帮忙吗？不用，我来真的不用。可是你可以去买晚餐了。我才刚刚回来。我们很饿了。那我去打包晚餐。老板你好，我是来打包晚餐的。你们这里有什么菜肴可以介绍一下吗？要吃饭的还是要吃粿条？这边吃饭吧，饭比较容易啊。饭，我买了排骨丸还有菜单。那我们直接来一个阿三鱼头吧。如果说是海鲜呢，海鲜有没有其他的菜肴？加这些鱼蛋啊。给那就来一个那个香脆鱼蛋。OK。可以，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你。等我把食物打开吗？你打开了。哇，咕噜有呀，这个我喜欢。Oh my god！ 给我试试看了，尝一下，看看阿三怎么样。好吃啊 ，so good。我最喜欢吃咕噜油了。用鸡肉去做咕噜油，很特别啊，我没有吃过。所以 chef，你满意我今天买的食物吗？好吃，很满意，真的。你们继续吃饱了，我们可以睡觉了。OK， 快点。你要小心一点啊，这边有点窄。哎，等一下，这边有个天线。哎，你下车，用那个 bamboo 跟它弄上来。你有下来吗？没有，我坐在里面了，我等。可以吗 ？OK。哇，果然是经验驾驶者。好，我觉得你应该绕一圈，然后头向外。你下去盖我。你讲到很爽啊，你在那边哦。来，你干嘛这样大力？那个 handle 掉出来了。
我觉得我们在这一次的美食交流会啊，整体的运作会比我们的第一个的来得好，因为餐车方面呢，大家比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谁负责什么环节的东西。OK，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那些盘跟碗拿出来先，然后放在我们该放的地方。OK。啊，美。拿走。今天的分工合作呢，我觉得还分得蛮不错。Chef 呢，大致上呢就是负责煮嘛，对不对？我呢就帮他做一些 prep work， 就是 sous chef 的工作。然后我们的赫本弟弟呢，他一直跑来跑去，做这个做那个，感觉上他没有负责任何东西啊。不过呢，其实他的贡献是很大的。今天的准备功夫拍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顺利，只不过今天的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的要命。Cheers。你们2个帮我去拿那个菜头粿。我去。我想大约半个小时45分钟，我们的客人就要来了。没事 ，OK， 可以哈。Yes。哦，我回来了。Chef， 为什么你的白萝卜呢是一条一条的？可是我在新加坡吃的那个菜头粿是看不到这些萝卜丝的。看不到并不代表没有，有可能他们做的比较细，因为我们不是做生意嘛，我们可以用的多一点 OK， 给大家吃的开心一点，就是那么简单的哈。明白了。诚意。我们用那个 spatula。Then 把它，喂，老板 ，Hello， 哎，我今天带我麻婆的非常出名的导游过来 ，Hello，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凯达，你叫凯达，凯达，对，你好，今天全副武装。这边前面一点。其实麻婆的蚵大特别的点在，它主要用的鱼它是用马鲛鱼。那为什么你们要用这个阿达叶？麻婆是靠河的嘛，河旁边有非常多的阿达叶。哦，它的亚达叶烤焦了，还有一个味道，然后它就会跑进这蚵大的 paste 里面啊，所以它整个 paste 其实都是鱼来的。所以现在你是切第2盘啦，所以第1盘你是给那个白派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黑派的。那个咸的菜谱哦，我刚才拿去洗，现在我在浸泡，可以去一点咸。Hello， 你们好。你好，来。这里有就是我们的算是很标志性的大象咖啡，对。其实你也算是一个回流青年嘛，对不对？算是。那很好。今天呢，你不只是来做客，我要负责做这个东西。你不用你们2个双剑合并，一起做，好不好？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我把它给交给你。交给我可以。这个蒜泥好了，这个菜谱甜的咸的都做好了，这个猪油，然后这个是辣椒，鱼露这里，对，我们先做白的，再过5分钟他们应该会到了吧 ？OK。今天你要用什么颜色？有黄色，有蓝色，有红色。蓝色，跟那个天空一样。Hello， Brian， 你好。这位是岳母大人。我还以为是你女朋友呢。今天来我们美食交流会的嘉宾们呢，大致上呢我都没有跟他们有任何的接触啊，大多数都是何们跟他们接触的。不过虽然是陌生人，不过一点都不会生疏，他们很健谈，他们乐于分享他们的故事。我总觉得我们还蛮投缘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说真的，我觉得 Fish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他没有埋怨。虽然我们是以他是一个贵宾邀请他来，可是当我在忙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不小心变成了我的一个很好的帮手。谢谢呀，鱼。没有 ，Yes。开始要炒黑的了。对，白的好了。很好，做得非常好。谢谢。等一下，这些是我们的嘛，对不对？先试一下。 OK 吗？味道会太咸吗？不会。一吃下去有那个猪油的那个香气在那边。所以现在是炒这个黑的哈。对。所以有这个蒜泥啊，然后有那个菜脯。对。菜脯你记得是甜的 right？ 甜的 ，yes。OK。很香。 OK 哈。OK， 你还有需要一点时间哈。对。
OK， 好，你就继续炒了哈。是。哎呀呀呀呀！哎，大哥你来了。哇，真的不好意思哦，大包小包这样子的。这些是什么？这个是金针菇。金针菇肉骨茶要煮啊，然后金针菇下去哦。哦，肉骨茶。肉骨茶。哇。OK。Spring onions 啊 ？Yes。OK， 来，他们，我pass过来给你，2碟去。来了。哇，谢谢。是今天的主角吗？对，今天的主角。有白有黑。我们得关火换锅，把那个肉骨茶给放上去，这么压一压，然后盖上那个锅盖。哎，那你们有喝到那个水果茶了吗？有。哎，如果不够甜的话，你们可以加那个冰糖在那。啊，这边冰糖。我觉得我像一个乌龟这样，我想要把我整个头直接挤进我的壳里面，因为我真的很 awkward。可是很幸运的是，他们都真的是非常好啊。我一抛了一个问题呢，他们就开始回答了之后呢，那个 conversation 就 start 了。我慢慢的就感觉到自己 relax 了下来，然后呢，能够跟他们开始聊天。你问他，他答得出我很。已经很厉害，他该问我什么是马来糕，讲一种糕。哎呀，各位乡亲父老，来了，我们终于准备好了。这个就是这个肉骨茶，现在我们让最后那些材料在里面焖一下哈，我们就先品尝其他的美食吧。嗨。辛苦，应该的，辛苦了。所以这个菜头粿是他准备的，是我准备的，是带一点新加坡的吃法跟味道。让你们 try， 你们是吃了就让我知道你们的感想法。好，我们就开动吧，开动，来，大家吃。喝。Ryan， 因为你有在新加坡做工过嘛，你应该是有吃过那个黑派跟白派的。对。所以你觉得新加坡的菜头粿跟 chef 的菜头粿有没有相似？有想念新加坡的菜头粿的味道，我自己还蛮喜欢吃的是，我觉得那个鸡蛋的 portion 是比较大，蛋比较多，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吃这种味道的，口感比较不一样。热辣椒开胃，热辣椒很加分。所以你们这里都有吃过新加坡这个黑派的菜头粿？没有吗？第一次吃对吗？第一次对。我们这一路来哈，走在这个麻坡这边呢，发现有很多回流的朋友嘛，他们一直觉得说要在自己的家乡创出一片新天地，那份情感是怎么来的呢？尤其是你，我们出去外面之后，再回来看到我们的家乡，你会发现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别人的眼中可能是很珍贵的东西。之前都是在外面嘛，然后觉得说，哎，为什么他们一直介绍的东西都好像我自己的欧套就有，所以觉得这个是一个让我想要回来这件事情的一个点。我觉得回来主要第一个原因一定是我们的家在这里啦，就是家人啊都在这边，然后也能把这边的东西发扬光大，这样大家已经很满足了。其实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啊，就是可以跟大家聚在一块了，对不对？我们有这个美食相伴，通过这个美食呢，我们也了解到彼此的一个文化。所以希望今天呢，我们 Chef Melvin 呢，精心为你们制作的新加坡派的这个菜头粿呢，可以让你们吃得开心，谢谢，好不好？谢谢。新朋友，友谊万岁 ，Cheers！ Boys, we're in Malacca。你要像皇上这样哦。这里呢是有很多娘惹菜的，真的很好吃哦。Bro， 什么事？我来这里是要学做一个来点。啊烈哦，你看错了，这个真的很难。今天我们煮肉鸡的地方很特别的哈，我会加油的。弟弟，你的菜还没有切呢，我们要给你一个惩罚。 Bro， 我没有，我宁愿走路去 ，Bro。